Hello， 大家好，這裡是風情佑。那麼本期影片呢，也是仗劍傳說和大話西遊第2期了。上一期呢講過了西遊轉盤，那麼這一期自然就是下面這4個剛剛開放的一生所愛、同行手冊、羁旅書房以及大漢風光了。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首先呢，先講一下同行手冊。同行手冊其實很簡單，它就是你可以選定一個玩家去当你的同行伙伴，然後呢，你在此期間使用命運果實，就有几率出現大型宝箱，就是最下面这第3個雙人寶箱。双人寶箱呢，你只能2個人開啟，然後雙人開啟會增加20%的獎勵。通常情況下，我會推薦大家不要像我一樣隨便選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當做你的同行伙伴，因為你後續的獎勵提升都跟這個伙伴是有關係的。你可以選擇你的好朋友，或者經常登錄的玩家，再或者是你的小號，都是沒有問題的。最好不要選一些不怎麼上線的一些玩家或者陌生人，再或者是跟你上線時間完全衝突的那一些玩家，它就不合適。前面2個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大家應該一看就能明白。那麼這個拜訪賀卡呢，就是這裡拜訪賀卡，你只要去拜訪這個玩家，然後給他送出賀卡，就可以當次的獎勵就是翻倍的。那麼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這個獎勵實際上是可以刷的，它有時候是夥伴的花呀之類的，有時候呢是一些秘境的素材，然後你可以去選擇你想要的这個禮物去刷一下，然后獲得一個翻倍的提升。那麼這裡呢，寶箱是本次活動最多只會出現20個，就是你只能觸發20次雙人的大寶箱，但是呢你可以去協助別人10次，這就意味着你總共可以開啟30次寶箱。這個寶箱呢，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拿那個命運果實都去刷出來的。那麼我自己目前還沒刷，也是比較尷尬，因為我自己上線的時間在亞洲這一個時區一直都是凌晨，像我錄製本次影片的時間，也就是現在是實際上是亞洲這一塊的凌晨2點半整，所以確實很尷尬。沒有什麼玩家會去替我開啟這個寶箱，因為確實這個寶箱的話，一個人是無法開啟的，你只能浪費在那邊了。畢竟他在這邊說了，是可出現的寶箱數量，而不是你可打開的寶箱數量。要是它出現了，你卻打不開，確實是比較尷尬。好的，然後是一生所愛。一生所愛的話，它默認是一個玩家可以購買2個玩家的皮膚，就是你購買了以後呢，你會同時也給那個雙人同行的玩家也一起購買，所以價格會稍微偏貴一些，但是呢，最終價格會給你一個打折。當然，你也可以去購買單人禮包，那麼這個呢，就是沒有打折的價格。單人禮包是要比雙人禮包便宜的，但是就只能是一個人的皮膚了。所以呢，如果你想實惠一點的話，最好的解決方案其實就是找一個你認識的夥伴，然後呢，大家 share 一下，平均分一下，是要比單人禮包便宜很多的。像我這一塊的話也是很尷尬，因為完全不認識。我猜測可能雙方都在等給对方給自己去購買這個皮膚吧。目前不出意外，他自己也是還沒有買。盲盒機的話還有3天開放，所以呢也是沒有辦法等到盲盒機開啟以後再去錄製這個影片。但是盲盒機確實沒有什麼好講的，它就是一個更貴的皮膚，大家就是如果你囤了的話，你覺得你喜歡你就買唄。然後是大漠風光，大漠風光的話其實也是老套路了。如果你是想要這個換裝的話，確實是可以買的，因為總體來說其實並不是很貴，而且這個超值的話，個人不太接受啊，因為這個給的獎勵確實很少，但是呢，你要全買掉的話，實際上
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貴，所以你要買也是可以的。然後是機理廚房，机理廚房的話就是所有的联动活动都是一樣的模子，日常模式和无尽模式。日常模式的话就是经典的周年庆的那一个房间组队的这么一个游玩方式。然后相信大部分玩家可能不会去冲这個無盡模式，但是呢，介於一些新服的玩家可能會對這個感興趣，我還是會講一下一些注意事項以及如何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數。但對於老區的玩家來說呢，這個就看大家自己吧，因為這個競速衝刺的話，不出意外好像是會給排名獎勵，因為以往這類無盡模式都是會給你這麼一個排名獎勵，所以呢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去衝一下的。這個日常模式呢，它是必須要2個人才能玩，當然我現在也是大家都是凌晨了，也確實沒有辦法去玩，可以給大家匹配一下，匹配還是沒有問題，至少不會有人機。它這個好像跟那個去年的夏日活動的一個做冰激凌的會比較相似，但是不同的是這一次明顯要比2025年的夏日活動要難得多。像我們這一塊實際上是2個人各做各的。那麼說實話，這是大部分玩家會選擇的一個方案，但是呢，同時也是效率最低的一個方案。毫無疑問，這個效率是最低的，因為這樣做不只會導致你可能會做出跟別人相同的物件。你看這個玩家他剛剛提交錯了，為什麼？因為他就是這個人是要水煮的，但是呢他提供了一個燒烤的，那確實就是提交上去就是0了。像他這個燒烤的話，那你就必須得選擇燒烤的。這個人做了啥呀？那麼我這裡也是簡單說一下2個比較推薦的一個方式吧。第一個呢，就是一個人負責製作，也就是只串串子。串完串子之後，我打個比方，串完串子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然後呢，另外一個人去負責烹飪。你可以選擇，像在這邊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放在2個台子上，你這麼放着，然後呢，製作的玩家就可以直接去拿，然後製作，然後再發給食客。那麼這是第一種效率比較高的一個方法。第二種製作方法就是一個人負責水煮，一個人負責燒烤。那麼這也是一個效率挺高的方法。那麼這個效率可能沒有上一個高，因為你不能保證4個食客中2個食客都要燒烤，2個食客都要水煮，完全有可能出現4個食客都是需要燒烤的，那效率就會明顯變低。但是這個方法的一個好處就是你能夠很清楚的去找到你需要制作什麼，不容易被4個食客給打亂你的節奏。然後就是簽到獎勵的這個至尊寶，至尊寶的話會在第7天給你。然後呢，這個至尊寶實際上是一個格擋類的夥伴。那麼這個至尊寶它唯一的一個優勢就是它的傳說級被動，首次受到致命傷害時，生命回復到最大生命值，並獲得防護月光寶盒，持續2回合。那麼這個防護的月光寶盒呢，就是自身受到的傷害降低90%。不過後來我在實際戰鬥測試當中發現，這個90%的鎖血確實是不優秀啊，在強大的數值面前還是不值一提，也是噴一下就碎掉。所以呢，但是至少比大部分普通的騎士夥伴要優秀的多了，畢竟能讓你多活1回合。像如果你是遠程術士這類的職業的話，你不想去選一個帶有復活的夥伴，你至尊寶對你的這個用處還是挺大的。像我在這邊就可以把明換成至尊寶，我找一找，他們這個設計真的是特別糟糕，也不想着換一個雙葉的
或者一行排3個伙伴、2個伙伴这种，這根本就找不到。找到了至尊宝。那本期影片內容就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內容，不要忘了給我的影片給一個讚。那我們就下期再見，拜拜。